到底是什麼讓遊戲變得好玩？你可能會想出 N 個理由，什麼打擊手感一流，玩法多樣新穎，故事精彩有趣，但你幾乎很少把遊戲環境算進去。在大多數人的理解裡，遊戲裡的環境多少有點中看不中用的尷尬氣質，就像萬聖節的南瓜燈、生人聚会上的红氣球，它們只是烘托氣氛的工具而已。但在007裡，真正把你訓練成超級特工的，恰恰是最常被當成氣氛組的遊戲環境。对，你沒有聽錯，大多數人沒有在意，這並不稀奇，因為在他真正發揮實力的時候，你已經沉浸在遊戲裡。不過這一切還得從一個幾乎每個遊戲都會面臨的超級大難題說起。玩單人遊戲是一種很私人的體驗，一般只有你卡關的時候才會查攻略，沒人願意一直照着攻略玩遊戲，因為你想靠自己解開謎團，打敗 BOSS。如果正好旁邊坐着一個喜歡指指點點的朋友，你大概只想讓他趕緊閉嘴。但遊戲在你靠自己解開謎團、打敗 BOSS 這些事上，態度總是有點含糊不清。他一定不會把謎題的答案直接告訴你，因為這比你朋友指指點點還惡劣。但他也不能什麼提示都不給，就讓你自己在遊戲裡不停試錯，消耗耐心。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了怎麼把線索偷偷的指給玩家，又讓玩家覺得是他自己發現的。這是大部分遊戲都會頭疼的地方，而且不少遊戲在這一步都走得不太順利。比如莫维斯協議，监獄關卡裡充滿了陰暗曲折又外形相似的走廊環境，經常發現是岔路，但不知道往哪走，走進去才發現是死胡同。為了打造沉浸感，遊戏還沒有地圖，007也沒有地圖，但它卻能不靠地圖把目標和線索偷偷的指給你。而它最先利用的環境甚至都不是墙壁和路牌，而是你身邊那些会說話的 NPC。 在游戲前期你會發现，年輕的邦德經常一邊執行任務，一邊和耳麥裡的同伴交流進度。比如在英國夜店裡，你在和同伴的耳麥交流中，快速發現了抵達2樓的入口，並用 Q 眼鏡成功黑入了目標的手機。在斯洛伐克汽車追逐戲中，你在神秘女人的友情提醒下，及時抄近路趕上了對手。乍一看是特工之間的緊密合作，是游戲在展開劇情，實際上是 IO 在主動的把指向目標的線索偷偷的放在同伴对話裡，是游戏中的同伴在指引你。但作为一名年輕特工，你終究要成長，更多時候你還需要自己發現目標，獨立完成滲透，至少看上去要像個真正的特工。所以 IO 又把任務線索藏在了路人的閒聊對話中。你不僅可以從酒保、旅客或前台的交談中直接打探消息，你還可以偷聽某些 NPC 的對話，才能發現下一步行動的絕妙機會。比如在非洲的毛里塔尼亞，你需要凑夠價值10萬美元的黑市門票，才能深入海盗窝点抓住壞蛋。但在充斥的各種山寨耳機和廉價軍火的非洲集市裡，湊齊10萬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但如果你細心留意路人們的对話，再加上一點好運氣，你就會很快在集市裡偷聽到某個帶着大量比特幣的倒霉蛋正急着打電話想辦法兌錢。只要你後面能偷偷黑入他的手機，一半的門票錢就能輕鬆搞定。留意環境裡的對話閒聊，對優雅的完成任務絕對大有幫助。你開始像特工一樣思考問題，但意外和緊急情況難免時有發生。遊戲也不能讓路人像守護天使一樣，危急時刻立馬出現。他必須在關鍵時刻給你提示，但不能再靠 NPC。所以邦德還會自己說話。當你在隔離區中毒後，手腳慌亂的時候，此時邦德就會用獨白提醒你，應該投進紅色的門裡。在面對 Damien 的全副武裝，自己卻手無寸鐵的困局裡，邦德此時就會急着告訴你，睜大眼睛，利用好環境裡的機會，就能進行絕地反擊。IO 正是通過同伴對話、路人閒聊和主角獨白，把目標和行動線索巧妙地放進玩家周圍的環境裡。就算沒有大地圖，能幫你在人頭攒動、嘈雜擁擠的夜店、酒會或者非洲黑市裡完成滲透行動，而且全程是你自己在倾聽对話、觀察機會、鎖定目標和決定行動。你幾乎感覺不到聲音的引導，就像真正的特工在執行任務。但這個世界裡的反派們絕不會這麼輕易的就讓你靠近，他們總是藏在重重守衛後被保護得很好，就算真要跑路也要快你一步。遊戲又該如何讓你成功的接近這些壞蛋头子呢？在使命召喚這類動作遊戲裡，你經常只能在固定路線上的水泥墩、廢墟這些掩體之間不斷騰挪，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不斷推進。你就是不能繞過那個用來封路的简易路障，從敵人背後搞偷袭。但在007的斯洛伐克這一關，
你光是潛入酒店繞過安檢的路線就至少有3種。你既可以通過偷聽旁邊記者的電話找入進入酒店的許可證，也可以點燃手推車裡的樹葉轉移守衛的注意力，借着排水管直接爬上2樓，或者跳入另一邊的花叢中，利用花叢的掩護直接到達2樓平台。那些讓敌人出其不意的偏僻路線，这是你接近坏蛋的绝妙捷徑。不光每一种路線不盡相同，面对的風險和获得的獎勵也不一樣。你當然能用拳头硬刚，但風險巨大，畢竟雙拳難敌4手，要是不小心被監控拍到，引來外部增援，搞不好就一命呜呼。選擇更安全的翻過不起眼的欄杆，鑽入強點的通風管道，爬上宴會頂部的吊燈通道，或許才是更明智的選擇。而且你還能額外發现隱藏的卡牌和紀念品。而不同關卡裡的風險和獎勵，也在反過來不斷塑造着你在遊戲裡的行為舉止。你開始有意識地觀察那些隱藏在環境裡的機會和風險。看見守衛和攝像頭，你就會想辦法繞過；看見通風管道和梯子，你就會忍不住靠近。你在學習中不斷揣摩，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玩法風格。讓邦德像《水滸傳》裡的李逵一樣一路莽殺到底，或許真不是個好主意。想要接近壞蛋頭子，就得踏上少有人走的路。那些隱藏捷徑雖然安全，但又常常太偏僻。如果路標設計的不好，迷路就是家常便飯。比如在《星球大戰幸存者》裡，這處斷裂的鐵管讓你以為是跳到對面，一個空中2段跳，你卻不幸摔成肉泥。你以為是自己操作的問題，你不斷嘗試，不斷卡關，沒任何提示，遊戲根本不會理你。在007裡，你幾乎不會有這樣的差勁體驗。在冰島關卡中，地面上的電線保護殼蓋在集裝箱上的防水布，一看就知道是在指引你前進的方向。在南極洲關卡中，當你攀爬垂直的岩壁時，積雪覆蓋的外凸邊緣，一看就是下一個你該抓住的凸起。你也許會覺得這些平淡無奇，因為它們都是源自你生活經驗裡的直覺，就像看到烏雲就會下雨，而直覺是最高級的引導，也最不容易被玩家察覺。所以 IO 不僅沒有打碎它，用屏幕大箭頭取代，反而是通過引導物的顏色、形狀、位置和材質等多種物理特徵，不斷強化着你的這種直覺。你還會看到反复出現在施工環境裡的膠帶、維修區裡的警戒線和建築板材上的數字編號，甚至光看外表就能猜出那一塊是可以被直接踢爆的胶合板。關卡路線上的引導物讓你僅憑直覺就能識別出那些隱藏的捷徑。除了這類引導本身已經有足夠的辨識度之外， IO 還會在攀爬邊緣貼上攀爬、落下、懸掛等動作提示，來幫你進一步驗證和確認你的直覺是否可靠。逐漸的，你會比之前更加信賴这種直觉。在你運用直覺熟練地翻越各種地形障礙的時候，感覺自己就像電影裡的特工一樣，動作幹練又帥氣。但對於第一次接觸007的玩家來說，這步也許沒那麼容易。萬一你就是發現不了怎麼辦？那也不用擔心，切換你的 Q 眼鏡，那些隱藏在山崖或者建築牆面上的攀爬邊緣就會被瞬間高亮。你絕不會因為迷路或卡關而錯過這些有趣的野路子。當你順着線索爬過捷徑，終於靠近了重兵把守的反派周邊，一般的動作射擊遊戲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為你解鎖各種威力巨大的步槍、榴彈、火箭筒，離開了槍炮還真拿敵人沒辦法。但在殺手3部曲裡，漏電的水洼、地上的香蕉皮也都是能打敗敵人的絕妙武器。在007裡， IO 更是把環境就是武器的設計思路進一步發揮到了極致。彈射椅、無人機、懸浮的方塊體，滿滿的黑科技。當你第一次走進擺滿了各種秘密武器的 Q Lab， 就像小時候走進一家遊樂園，開心不已。比如偽裝成閃光彈的台式電燈，可以釋放迷暈氣體的公共電話亭，或者可以產生爆炸和煙霧雙重效果的紅色開水壺。每種秘密武器擊敗敵人的方式既幽默詼諧又充滿創意，但你卻深度懷疑後面的關卡裡是否真有機會嘗試這些秘密武器。他們或許只是讓特工的秘密基地看上去更厲害一點而已。但反轉就在這裡，當最後大反派 Damien 帶領的雇傭兵突襲了 Q Lab， 在你孤立無援的時候，那些你以為是擺設的新奇武器卻成了對付敵人的絕佳陷阱。你居然真的有機會使用這些有趣的秘密武器。你可以黑入像低音炮一樣的声波脈冲器把敌人瞬間震飞，或者黑入手臂机器人發射激光閃瞎敵人，又或者黑入自動步槍朝周圍的敵人來上一束的子彈。IO 在你第一次踏入 Q Lab 的時候就把武器提前跨關卡埋進了實驗室裡。你第一次在 Q Lab 的把玩和嘗試，原來也是遊戲在提前默默教你了解這些武器。
你那一身高級的格鬥術看起來和環境好像沒關係，但你在第一次和雙胞胎兄弟近身格鬥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周圍酒櫃裡的酒瓶都能被你拿起來砸向對手，這會為你爭取難得的反擊時間。甚至在你使用格鬥術打擊對手的時候，邦德也會故意把敵人的腦袋抓住，砸向旁邊的酒櫃和牆壁，或者任何對敵人造成大量傷害的環境裡。就連允許你開槍的射擊模式裡，你都可以直接把空槍扔出去砸向敵人，觸發終結技。IO 幾乎在戰鬥機制的每一個細節裡，都在把環境裡的東西變成武器，讓你變着花樣地消滅成群的守衛和邪惡大反派，滿足你對電影裡特工戰鬥的各種瘋狂幻想。有人說007像極了神秘海域，是 IO 嘗試突破殺手系列的玩法限制。我認為這種觀點只說對了一半。從殺手3部曲到007，遊戲的玩法形態的確有變化，比如多了攀爬、格鬥和公路追逐戲，但這些只是同一套設計基因裡衍生出來的不同變體而已。因為利用環境的設計哲學一直貫穿於整部遊戲的目標引導、路徑設計和戰鬥機制裡，而你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學會了像特工一樣觀察、思考和行動，最終成長為真正的硬漢特工007。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或許電影 IP 改編的遊戲真正該還原的並不是電影裡的環境，而是主角利用環境的方式。應該讓玩家能夠利用遊戲裡的環境，真正像主角一樣去觀察、思考、行動和玩耍。我是 Gavin，我們下期再見。